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。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，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，条件呢算是不错的，有车有房全款，还有一些存款啊。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，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。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，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，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，刚见完面，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，请她吃了几次饭。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，模棱两可的，就是男士找她吧她就出来，不找她她也不带联系的。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，就有一次见面啊，这吃完饭看了场电影嘛，黑灯瞎火啊，你想一想，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，这姑娘一感觉到啊，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。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，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，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？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，再了解看看吧。哎呀，男士这个人啊，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，可能被吊多了。他就觉得呀，大家都是相亲了，你说成就成，你别吊着我呀。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。后面又约了几次她啊，她都出来了，态度还那样，不冷不热。为了加大诚意啊，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。人家姑娘收了，收的时候很开心呀。男士想着，这收我礼物了，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？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呀，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，那写了好久啊。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，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，那女方一直没回复啊，男士气的呀，他要面子。我这是跟你表白啊，多少你得给个面，回个话吧。女方没回，他也就不问，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。今天一大早6点多，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，这半年呀，我想清楚了，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男方一看呢，气得不轻啊，没带好气儿就说呀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。那姑娘就赶紧解释呀，最近一直在忙工作，这才忙完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。男士是越看越气，心里就嘀咕啊，成年人了，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？你不用想了一圈，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？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。这姑娘就回复说呀，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，挺感动的，想答应，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，想要矜持一点，再想看看这个男士后面的表现。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，他自己面子薄呀，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没发信息问。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，男士看完这些话都气得肺都要炸了，直接就怼啊，你都矜持了半年了，大姐啊，你才想着回复我，我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是当我死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这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就发了一堆啊，大体意思就是啊，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，幸亏当时没答应你，真要在一起啊，以后啊8成也得出轨。说完就给男方删了，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，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，看完我能说啥？要不我也送你一台江阿姨吧。以前的矜持啊，那是真矜持，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，声音也温柔，步子都不敢迈大的。现在的矜持啊，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，欲擒故纵，吊着你，让你得追我，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，自个儿玩砸了。你去相亲，你要学会感恩的，你得想想，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，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？汇报日常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去关心你还担心你，人这个不是成为那是什么呀？相亲啊，你要给够别人尊重，你才会有福报的。觉得对方条件好，人不错，那就相处看看，成就谈，不成就散，别权衡利弊，算计的太明显。你不想谈，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，这事儿啊，你就太缺德了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有些姑娘找对象，那真的是身不残志残的，动不动就是要车要房，年薪几十万，自己跟个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，上来就跟男人要生活费，你是残废吗？昨天呢，有一个92年的大专的从事医美行业的姑娘来找对象，说啊想找爱情，找个对她好的男人。后面又说啊条件不能太差，车房全款，家庭好，那都是标配，年收入得50万以上。因为她每个月的月薪啊3500不够花，所以要求男人呢每个月能给她5000的生活费，还要求男人长得好，情商高，会照顾人，真是狮子大开口呀。我就问她你有什么？她说自己长得好看，追她的男人很多，但都不是有钱的。她自己也向往爱情，谈恋爱呢也想找个条件好的。这种女人真的是特别招人烦，喜欢钱就直说，不要去侮辱爱情。你爱他，他爱你，所以你可以不要房车，不要彩礼，这是爱情。你一边要他爱你，一边却算计着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，娶你彩礼多少，房车价值多少，这不是爱情，这就是生意。想找有钱的男人养你没问题，那就把你的年龄、长相、身材、学历、性格都摆出来。
你有多少价值，咱就要求多少回报。只要你要的价格合理的话，那生意啊自然也能谈成。也不要把有钱男人当了缺心眼儿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周围什么女人没见过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谈恋爱可以，谈生意啊也可以，但我跟你谈感情，你跟我谈生意，我跟你谈生意了，你又来跟我谈感情，是你傻还是你当我傻？一个女人想让男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你一辈子，珍惜你一辈子，靠的是温柔贤惠、善解人意、顾全大局、智慧豁达。有毒鸡汤就说呀，懂事的女人下场都输得很惨，那是因为你的智商低，和懂事啊没有关系。有些女人过得痛苦啊，不是不懂事，而是不够智慧，不够豁达，脾气又暴躁又冲动，情绪管理能力又差，一吵架就提分手，动不动就闹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有些漂亮的女人呢，人家也很懂事，也很智慧，这些呢你都没有看到，而你既不漂亮又不懂事，还蠢，那当然下场很惨。话虽然说的难听啊，但都是真话，真心劝那些想通过婚姻改变阶级的姑娘，先掂掂自己是几斤几两，不要被那些营销号那些屁话洗脑。美颜相机一拍，真的以为自己是迪丽热巴，如果一直做这种春秋大梦的话，很大概率是找不到人嫁的。年龄红利期一旦错过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最后想说啊，千万不要把有钱人当成傻子。哎呀，今天上午啊，有一位40岁的大龄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，直接是给我憋出内伤啊。她来找对象啊，没钱的不找，没房的不嫁，长得丑的看不下去，个子矮的接受不了。我说你这个年龄再不降低要求哈，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。她一听就开始哭啊，哎呀，哭得我心里就是又拧巴又难受。他说周边亲戚朋友啊都已经不给他介绍了，觉得他年龄大呀，好多媒人都只是嘴上答应，一年也介绍不了2个，还都是不符合他择偶要求的歪瓜裂枣。他越想越后悔啊，边哭啊边说自己这些年的感情经历。曾经啊有个谈了5年的初恋，对他特别好，每个月赚的不多，但基本都花在他身上，他想要的基本男方都会满足他，也会心疼他，也会关心他。但那个时候他说自己不懂事，全听家里的，父母不喜欢他这个初恋，因为赚的少嘛，老家又是外地的，条件还差。哎呀，父母就一门心思想让他找一个本地的条件好的有钱的，他就被父母说的也觉得啊自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。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文员，一个月拿着2000的工资，想着能嫁给月薪1万有车有房的。从那年开始，也就是25、26岁啊，开始频繁的相亲，确实有条件好的看上他了，有车有房好几套，家里还是拆迁户啊。谈了半年呀，怎么也接受不了对方性格不好，不让他不懂他，还经常和他吵架，受不了他就提出分手啊。后面又谈了一个条件不错的，对他也挺好的，带着2人啊谈了不到3个月也分了。他觉得男方太矮啊，长得也不好看嘛，连牵手亲吻的欲望都没有，而且男方性格太老实，觉得这一辈子这么生活他能憋屈死，说什么也不愿意了。那个时候都已经28岁了，周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，他还没个对象啊，又开始相亲了。他又特别焦虑啊，想找哎呀差不多就行啊，有房子没贷款的，长得还行，合眼缘了，赚的还可以的就行。结果遇到的啊，不是房子有贷款的，就是父母这家庭条件差的，要么就是长得丑的，怎么也遇不到一个十全十美合心意的。一晃啊，32岁了，他父母也着急了，觉得要不条件降降吧，找个工作稳定的，人踏实能赚，有房子的就行啊。但这姑娘心里不太甘心了啊，不想将就。之后的这2、3年都相了不下20、30位，都失败了，甚至他觉得相亲男士的质量是越来越差。他又特别的迷茫，想结婚呢又不甘心，不想结婚呢又没有以后独居的勇气。35岁的时候，有人给他介绍过离婚的啊，38岁不带孩子，各方面条件特别好。对方呢也是看中了他是未婚的，愿意认识。但他听了就很生气啊，说什么也不愿意，那觉得自己还是未婚呢，就要去给别人当后妈了，这事儿还接受不了。好了，这一晃啊，现在30岁了，好多离婚的也不太愿意认识他了，宁可找离异的，也不想找他这个年龄段未婚的。他是越说越后悔啊，说自己挑来挑去啊，以为能找个条件更好的，却发现这条件是越来越差。他就特别的害怕，如果以后再找不到合适的，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。听他说完呀，咱以为他是后悔了，哎，那要求肯定降低了。结果呀，择偶要求还是要那房子在市中心没贷款的，离婚不能带孩子，条件必须要好的，独生子家里条件没负担的等等。哎呀，我这庙太小了，王八都要吃不饱要离家出走了呀！你这大佛我这就装不下了，赶紧给送走了。很多大龄姑娘找对象啊，总认为是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了，可大龄也有大龄的择偶圈，从来不反思这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。大龄不是找不着对象的原因，而是结果。你不是因为大龄你找不着对象的，而是你找不到你能看得上的对象才导致大龄的。
所有的理由都只不过是遮羞布。一线城市大龄剩女啊，我跟你们说，真实数字要吓人的。当年你看不上的，你现在依然看不上。年轻的时候挑挑拣拣，一山望着一山高，现在大龄了啊，要求不降反而高了，不甘心又不屈服于现实，网上寻安慰寻鸡汤，那有屁用啊！解决问题先解决本质，接受现实，聪明的人啊才有甜头吃的。最后啊，再发个誓啊，这大龄的我是够够的啊，以后再也不凑了。咱这心情啊，每天都像过山车啊，刚下来还没喘气呢，就滋溜一下给上去了。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，那气得嘴直打哆嗦啊。男士是93年的，今年30岁，自己开了个门头店，年薪在10万左右，相亲也有个2、3年了啊，一直就没遇到个合适的。哎，家里人就着急啊。这去年家里就有个亲戚给他介绍个相亲对象，女方呢是95年的客服啊，她长得不高，但是人看得很乖巧，见面给人感觉就很温柔啊。这个男士看了第一眼就看上了啊，说什么也得追到手啊，于是就主动出击，隔3差5就约出来，没事就得献献殷勤，给这姑娘送点花呀，送点礼物。好在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，追了3个多月啊，人姑娘同意了，哎，说可以谈恋爱了。于是呀，这个男士就特别的开心，还邀请这个姑娘去家里。男方父母一看，哎呀，新进门的媳妇啊，也给了几千块钱见面礼，算是确认了关系。男方呢也大包小包的去了女方的家里见了父母。哎呀，这关系啊就算是定下一大半了吧。这男士啊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啊，跟我说呀，就是每次他跟这个姑娘约会的时候，他都会主动拉着姑娘的手，但这姑娘呢直接就不让碰啊，说自己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啊，两人还没发展到那一步，他就不太想做太亲密的行为。哎呀，男士就想着那可能是刚在一起吧，于是啊也没表现的那么紧啊，两人呢还是会一起出来吃饭聊天，反正就是恋人之间该做的一些浪漫的事情，这情侣之间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，都做了，但就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很甜蜜的感觉。这男士就想着，哎呀，这越觉得越不对劲啊，难不成是仪式感不到位吗？于是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啊，专门在这个公园里面整了个求婚仪式。哎呀，谁知这姑娘一来呀，他就看到情况不对嘛，立马转身就走，把这男士给弄蒙圈了啊！赶紧上去抓着这姑娘就问是不是不喜欢自己。这姑娘说呀，喜欢，但是两人还不到时候，希望男士不要做这些。好了，这事儿过了之后啊，这两人又谈了小半年，家里人开始催着结婚了嘛，你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。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想要结婚的事情，哎，女方也同意了，提出了订婚的要求啊，彩礼10万，3金首饰，给女方这一家买衣服等等。男士呢也都同意了，但就是这个心里觉得不太踏实啊，感觉两人虽然是情侣，但还是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，在纠结要不要结婚。他就越想呀越觉得不得劲儿，哎，就找这姑娘啊，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哥们儿啊去打听一下人家姑娘，就打听出这个姑娘呢是有一个同居了5年的男朋友，还上过家里的啊。哎呀，把这个男士给气的啊，找这姑娘质问，你跟别人都愿意住在一起了，怎么跟我牵个手都嫌弃呢？这姑娘听完也很生气啊，觉得这个男士在背后偷摸打听她啊，还说了自己只是谈了5年，没有同居那么长时间，只是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。男士这回啊就想让姑娘给个说法，那这1年啊，你看我跟你在一块儿，钱也花了不少，对你也不错，该给的我也给了，怎么到头来连男朋友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呢？这姑娘听了很生气啊，啥待遇啊？谈恋爱就必须要牵手吗？男士听了就反驳她呀，说你想跟我结婚，你连手都不让牵，你不想和你前男友结婚，你还跟他同居了好几年。说着说着，这两人就谈崩了啊，吵了好几天，这姑娘就提了分手。哎，觉得两人性格不合适。男士不干了呀，还觉得对他不公平，好吃好喝的照顾了1年多了，说分就分了，这亲戚朋友都知道要结婚了，现在还黄了。他就去挽留这个女方啊，但人女方呢态度很坚决，直接拉黑，说什么也不联系了。哎呀，这事咋说啊，就是膈应了。有些人呢，他做事他不触犯法律，也不触犯道德，但就是这行为吧，他让人特别的膈应烦。谈了1年恋爱了，那手都不让碰，这明明就是看上了别人条件，看不上这个人嘛，非要给自己整的那么的重感情，自己不反思不体谅，还反手去指责别人，这问心无愧啊，就显得特别的双标。说实话，我听完我都很生气啊。如果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啊，发现对方对你他不怎么积极，还愿意跟你确认这个恋爱关系谈感情的啊，也不让你牵手也不让你碰的，还嫌弃你的啊，这就是啊看上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了。喜欢呀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感觉，你是能感受出来的。这世道啊，咱呀不能去钓鱼，但是也不能被人养鱼吧。
你们知道吗？北京剩女高达40多万。我天，这个数字真的，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哈，是关于这个北京剩女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妈呀，评价特别精彩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咱北京的就是40岁的大龄女青年吧，都是研究生、博士生，为什么她不要孩子？为什么她不结婚啊？现在都好本的，为什么？压力太大，这竞争多激烈啊！现在这个40岁的这些女同志吧，就40以上的这个博士生、研究生的女孩子，说原来无所谓，到现在了。你打听那个学习不好的那个，家庭条件不好的那个，就最多上个大学的那个，都结婚了，人家都有孩子，人家一家也对比一家3口，人家12胎的，人家到节假日，人一家4口旅游、3口旅游，他干嘛去？他爹死了，妈也死了，就剩他自己了，就上那个美容院就坐着，一坐2天，一礼拜2天，你坐着吗？你老美容去？现在这种大龄女青年多吗？40万，北京40万啊！你以为这么多啊？我爹妈都急死了，爹妈都急了，都像我就跟我这样的爹妈都急了，都跟神经似的。他也让人当姥姥了，可不是嘛！我的孙子的一个同学，他爸爸是研究生，1.92米的个儿，就因为生了一个女孩，他爸爸一个人当了他爸爸一人，他妈上班，他爸爸一人就带着一孩子，现在到了初3了。我说他付出多大代价？如果要说像我们那年代的话，我们生完孩子我们就给就托儿所啊，说阿姨好着呢。据您了解，这些大龄女青年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，比如说他学历太高，他毕业的时候就30了。他进了企业以后的话，他肯定他的学历熬是高管的，他一熬到那就40了。哪个男人也不愿意找跟自个儿同样学历的人。你比如我是男的，我要是博士生，我就愿意找一大学生，你别压着我。可是女同志吧，现在她有什么特点？人家为什么离婚率还那么高？结了婚也离呢？女同志因为她地位高了，她挣钱比你不少。你还没说他呢，他就不乐意了，他要的太多。你像我们那年代的话，就是离婚率相当的低，对，大一辈子闹一辈子。是，刚出完了，我从我上省外头买一豆去，回来我得点一点，外边闹着碰见俩友，我老伴爱吃那人炸糕，我给买回去吧。乐乐呵回来了，我不爱吃炸糕，我给买回来了。一代人就完事儿了，这代人行吗？说太感动人了。我说的是实话吧，这代人呢，咱别说男同志也是压力大，这个女同志，哎。你为什么对我冷淡了？不像那个初恋那种对我这么好了？已经看手机了，我问问都不问候一声了。那你怎么不知道？男同志都这样。这个人与人之间呢，这个激情啊，就有8个月到12个月，这到不了1年的，就是人与人激情，剩下就是爱情、亲情啊，对，是不是？转化成亲情。哎，现在你这个大龄的这些高学历的人吧，他学历高，但是他对这社会知识没有。他就认为你老得拿我当一朵那牡丹似的，牡丹花好他也拜啊，对，他不是老开红骨头，这那花好看，哎，慢慢就面下来了。你不认同？那个大龄女青年一般还都学历挺高，哎，都是高学历，低学历的早找对象了，低学历的也放不下。你要说就说都没念过书的，你别人特别笨，念书也不行。人家家里人一说拆迁拆他妈4、5套房子，就这么一姑娘，人家不上班，人家愿意找北京，不愿意找一个外地的，外地的还高学历，外地的来北京的孩子那都是精英，哎，真是精英。人家到家了一挣就2万，到这家了，人说了，你不上班，我养你，为什么呢？这4套房子熬着把房是你的，你在北京你哪可以买4套房的啊？对，一套房700、800万，谁说呢？对，我说对。今天呢，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，但是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确实是介绍不了。她刚联系我的时候啊，真的是一顿委屈啊，哭诉说自己压力特别大。那我听着心里也很难过呀，也就一直安慰她。但是我跟她沟通之后啊，真的有一句话我想说，叫做可怜之人呢，必有可恨之处。那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士的这个个人情况啊，83年出生，硕士学历，有车有房，企业的中层领导。其实当我看完她的这个资料之后啊，就心里有一些打怵，因为我知道给这位女士找对象那肯定是特别困难的。往后呢，就看到了这个女士的自我介绍和择偶标准都比较简单，择偶标准呢就4个字，有责任心。那正常情况下看到这4个字的话，那可选择范围啊就是非常广的。一般只要男士的人品3观啊端正，那基本都是符合有责任心的。看完这个资料之后，我就跟这个女士聊天呀，她跟我说自己现在啊就特别焦虑，不想过了40之后啊再结婚，只要有一个差不多的，她就能立马结婚。我先是给她分析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相亲市场对她不利的一些情况，其实呢也是想给她打一些预防针的，就是她不可能找到她理想的另一半，必须要降低要求。
那姑娘的性子呢也比较着急，就跟我说啊，自己不再挑了，也没有要求了，希望我呢一定帮她找到一位。她想今年结婚。那我就问这个女士啊，你的择偶标准只是有责任心就可以吗？插个小话题啊，大家千万不要看女人征婚资料上的择偶要求，好多女人啊在征婚的时候，这择偶要求啊写的就是有眼缘，或者是有感觉，或者是人品好等等。那男士一个个都很兴奋呢，以为遇到了一位不挑的主，仿佛你们遇到了真爱，马上就可以结婚了。当你兴致冲冲的加上女士好友，你却发现人家要求车房年薪啊一个不落。我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大多数这样写的女士呀，她的择偶要求啊往往越高，因为她想要的太多了，写出来怕男士说她太物质，或者说她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种是最可怕的，看感觉的最挑。所以男士们啊一定要小心一点。那刚才我有说到，我问女士择偶要求是不是只要有这个责任心就可以？女士啊就跟我说啊，起码要有房子呀，学历差不多本科以上的呀。那我问她这个离异能接受吗？女士就说啊不接受，最好是未婚的。问她工作普通一点的上班族可以吗？她说想找自己干的。问她房子在郊区行不行？他说呀，要在市里，而且全款，工资呢不能比他低，年薪啊要在10万以上。我最后问他这个外貌条件有要求吗？他跟我说呀，个子啊起码要在175以上，长相中等呀。沟通完之后啊，我直接就回复那个女士，我这边资源真的有限，没有办法帮你交到对象。女士一听啊，就特别着急跟我说呀，如果你都不帮我，那我就没人帮了，生活圈子里他们也不给介绍，那我上哪里去找男人呀？我不想再拖了，我想今年结婚。其实呢，资源啊肯定有，但符合这些要求的这位男士啊，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女士。单独一个条件来说的话，那是可以选择的，但是当所有的条件都加在一起，难上加难，甚至是万里挑一。很多大龄姑娘啊，她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要求多，比较挑，这不行那不行，但是心里那一关啊，她接受不了。年轻没找到优秀的，年纪大了找了一个还不如年轻时候认识的，她就更不甘心。自己未婚要找个离异，那亲戚朋友面子她也过不去呀。希望大龄姑娘要清醒一点，你现在面临的不是去选择，而是有多大概率被选择上。现实有多残酷呀，怕是只有时间会告诉你。到了那一天呀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清醒一点吧。最近这半个月呀，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。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啊、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啊，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。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。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，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啊，嫁到了中国山村里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，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。这样的婚姻状态啊，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。特别是啊，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，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，像越南、老挝的，前几年啊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。那这几年呢，像乌克兰、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啊，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。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啊，未来几年呀，国外女生资源呢，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，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。当然呢，也会形成一种补充。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，2胎3胎的政策啊都在变，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。但很多的女方家庭啊，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呀是只高不低。相亲的姑娘呢，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，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呀，欧巴的偶像剧啊看多了，没有自我认知，择偶要求呢又太高，所以现在啊，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。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，大概率啊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。最后男人们没办法，只能是另辟蹊径啊，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。究其原因呢，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，对房车啊也没有什么要求，也很少要彩礼的。东欧女生啊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。这个东南亚呀，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，虽然要求彩礼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在1到3万左右。所以啊，找国外女生啊更加实惠划算。另外啊，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，她们通常能接受啊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。
当然，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，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甚至呢，有一位89年的男士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家里做生意，条件是真不错，都跟我提出想去国外找媳妇儿。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，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？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尤其是大龄的女士，有一些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。